各位阳台小花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种金钱树。我的金钱树啊，是跟蝴蝶兰种在一起的，所以它对阳光的需求啊，其实没有那么的大，还蛮适合作为阳台种植的植物。这棵金钱树已经种了3年了，连同啊下面还在长新叶子的枝条啊，加起来的话，总共有10个枝条。那到底是怎么种的呢？就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金钱树的栽培的土壤啊，我选择的介质是观叶植物的介质，比较疏水透气的。它里面的组成的成分啊，有椰秈，然后椰块，还有泥炭土。如果你手头上啊只有单纯的泥炭土也没有关系啊，金钱树对土壤的要求不是那么的高。金钱树的水分需求啊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。如果说啊，很常浇水，而且都把盆土浇得湿漉漉的话，很容易就会烂根。金钱树的烂根啊，不容易发现，通常是在新生的叶子上面啊，它的排序开始有一点不太整齐。像这个就是在那时候水浇多的时候啊，长出来的新叶子，比较排序没有那么整齐。那像这个的话，这是近期长出来的新叶子，排序是相当的整齐哦。当然，它在长新叶子的时候啊，不要任意挪动它的方向，因为阳光照射的角度不一样，也会让它的叶子产生不一样的变化。我发现啊，如果浇水浇太多的话，它的根茎下面就会有球状的肉质瘤啊，会越来越膨大，越来越膨大，它们就会把水分啊储存在那个肉质瘤里面。像去年我浇水浇比较多啊，这个盆子的下面就有被撑大的感觉。在那之后啊，我就会减少浇水的频率。金钱树啊，是一种很喜欢肥料的植物哦。如果说啊，你的金钱树都没有冒出新的芽，生长没有那么旺盛的话，可以给它增加肥料。我帮金钱树补充的肥料啊，主要是以液态的水溶肥为主。为什么补充液态的水溶肥？我之前也有施过有机肥啊，就是颗粒状的有机肥啊，崩解的过程啊，就会有小虫子啊、小飞蚊在那边飞来飞去啊，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整洁啊，所以我之后我就改变了施肥的习惯，只要是在室内啊，或是阳台的植物啊，我都用液态水溶肥来浇灌，这样比较不会长小飞虫。肥料的搭配的话，我就是用高氮的配方啊，加上高钾的配方啊，这样子让它长叶又长根。其实就跟兰花的肥料的配比是一样的，我就偶尔啊，就是给它喝一点肥料水，其他的我就不会再多给了。这一盆金钱树啊，平常也会跟着蝴蝶兰一起被喷叶面肥啊。我的叶面肥都是每天喷的，那稀释的比例啊，就是1:6000倍。可以看到这一个是金钱树的花。因为我没有看过金钱树的花啊，旁边这个应该是花粉掉下来之后再长出来的话，我就会把它剪掉，避免消耗过多的养分。这个下面就是金钱树的球状的肉质瘤，这长得有点像缩小版的马铃薯。金钱树就是靠着这个小肉质瘤啊，把水分储存在这里面。那它的养分的话，就会提供给这一些新生的小枝条。我在种植金钱树啊，我会把旧的老枝条，那时候营养供分比较跟不上的话，长得比较瘦小，我就会把旧的老枝条拔掉。拔掉的话，大概那个3-5天啊，都不要浇水，避免伤口腐烂。有一个小提醒啊，就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老枝条拔掉，要轮流的汰换。像是一次拔掉2枝啊，然后长1枝新的，这样子，金钱树啊的那个新的枝条啊，才不会独占太多的养分哦，长得特别的高。像我这一支新枝条啊，就是因为我一次啊拔掉4枝老枝条啊，导致营养分供给失衡啊，全部都给了这个新的枝条，所以它长得特别的高。这样子盆栽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平衡了。金钱树啊是相当耐养的植物，只要浇水啊，还有施肥啊，还有在淘汰老枝条方面的话做得好的话，金钱树都可以养得很漂亮。
因为金田树啊本身比较不会有什么病虫害，在我这个阳台啊已经很久没有用驱虫的药了，但是金田树啊都长得很漂亮哦。以上啊就是阳台小花园跟大家分享金钱树的种植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欢迎在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，我看到都会回答哦。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拜拜。